他命运坎坷，从小无依无靠，为了生计投身风月。他身材婀娜，火辣迷人，被称为新加坡招待女王、五国美后。她联合丈夫伤害情夫原配妻子，最终成为新加坡建国后首位被处以极刑的女人。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案件。莫看江面平如镜，要看水底万丈深。欢迎来到解密日记，我是超人。1970年1月6日深夜，驻新加坡工作的37岁日本工程师渡边浩志回到了他位于新加坡海景路上的别墅。工作到这么晚，原准备好好休息的他，来到家门口就发现了不对劲儿，怎么房门是敞开的，屋里的灯也都亮着？一进屋就听到了3个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。渡边浩志担心起来，是不是家里招贼了？循着哭声赶紧跑了过去。3个孩子都穿着睡衣，站在浴室门口是哇哇大哭。来到眼前的渡边浩志瞬间吓得脸色惨白，自己的妻子33岁的渡边玲子就躺在浴室的地板上，已经没有了呼吸。整个浴室全都是血，场面瘆人。渡边浩志赶紧报了警。警员赶到后，迅速对现场进行勘查。房屋物品没有被盗，窗户都是锁好的，房门没有被破坏的痕迹。凶手很可能是从正门进入的。除了在浴室发现散落的马桶清洁剂不属于这个家庭外，没有其他的发现。而渡边玲子从日本来到新加坡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半个月。刚到陌生地方的玲子安全意识很强，门窗锁得很好，能够在晚上让玲子打开房门的必定是相熟的人。法医对玲子进行了详细的尸检，身上共有7处刀伤，其中颈部跟腹部的各一处刀伤是导致其死亡的主要原因，现场遍布血迹。玲子应该是在受到致命伤5至6分钟后死去的。案发时，玲子带着3个孩子在家，而年龄最长的大女儿9岁的渡边千惠子给警方提供了重要的线索。千惠子告诉警方，晚上的时候，她和2个弟弟在卧室睡觉，弟弟们都已经睡着了。千惠子突然听到外面有尖叫声，她悄悄打开卧室的门向外看，看到母亲在浴室被一男一女2个人袭击。千惠子吓得叫出了声，正在行凶的2人也看见了千惠子。那个女凶手跑了过来，捂住千惠子的嘴，不让她发出声音。感觉玲子不再反抗后，凶手2人就跑出了家里。千惠子则回到屋子，喊醒了2个弟弟。3个孩子，最大的千惠子只有9岁，没有主意的姐弟不知道该干点什么，3人就围着妈妈哭了起来。没一会儿，爸爸就回到了家里。他告诉警方，伤害妈妈的2人中的女的，他曾经见过，就是几天前爸爸领他去吃饭时坐在一起的阿姨。警方询问浩志，得知女儿口中所说的阿姨，正是自己在新加坡的情人黄咪咪。根据女儿对凶手的描述，浩志怀疑现场的另一位男性凶手是黄咪咪的丈夫贤景松。警方快速行动，第2天就分别抓获了躲在家中的贤景松以及逃到宾馆的黄咪咪。在贤景松家中成功找到了一条带血的长裤，经千惠子指认，当时出现在案发现场的正是他。这人物关系可真是够八卦跟狗血的了。情妇伙同自己的老公谋害了情夫的妻子，案子一时闹的是沸沸扬扬。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错综复杂的关系背后又是一段怎样的故事呢？故事还得说情妇黄咪咪开始讲起。黄咪咪本名叫黄荣秀，1939年出生在一个非常混乱与不幸的家庭里。他是父亲与第2任妻子所生，可就在黄咪咪11个月大的时候，父亲却意外的去世了。母亲又条件很差，没办法继续照顾他，就把他送到了父亲的第1个妻子那边，与9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一同生活。这样的家庭环境，黄荣秀自然是不受待见呢。家中吃饭的时候，只有全家都吃完了，他才会得到残羹剩饭。平时几个兄弟姐妹也拿他取乐，大妈对他就更是少不了的冷嘲热讽。可以说，黄荣秀是在被虐待跟欺凌中长大的，也就更谈不上教育了。到了14岁，稍微大了一点，黄咪咪早早的就开始工作了。她到了一个工厂，成为了女工。虽说逃离了噩梦一样的家庭，但年岁太小，文化程度太低，挣得很少，依旧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之中。时间来到了1956年。17岁的黄咪咪在朋友组织的一次野餐中，认识了23岁的建屋局清洁工人贤景松。
两人可以说是一见钟情，交了2年的男女朋友，在1958年结婚了，并在当年就生下了一个儿子。1962年又生下了第2个儿子，组建了家庭，有个2个孩子，但生活却并没有稳中向好。黄荣秀啊，由于从小生活环境的关系，性格上易怒，脾气暴躁，有些神经质，稍不如意对丈夫就会拳脚相向。贤景松呢，生性温顺，对妻子啊是怕得要死，经常打的丈夫是不敢回家。就连婆婆面对黄荣秀时也是唯唯诺诺，生怕儿媳妇火爆脾气上来。贤景松呢没什么本事，挣不了多少钱，还有赌博的爱好，家里的经济状况是越来越差。为了贴补家用，黄荣秀不得不下班后到酒吧里去打工。由于身材姣好，干了一段时间之后啊，就做了舞女。可就在这时，贤景松却因为在公司聚众赌博抓住被开除了，整天就待在家里，甚至拿黄荣秀辛苦挣来的钱接着去赌。黄荣秀啊，一气之下就与贤景松分了居，离开了丈夫跟孩子，开始专职在酒吧做歌舞女郎，还取了艺名黄咪咪。黄咪咪先后去了好几个舞场做舞女，广受客人们的追捧。据说她虽然是面孔长得一般，但是身材妩媚，尤其当她穿起旗袍来，独有韵味，迷倒了不少的男人。当年她曾被评为新加坡的5国美后。1966年，黄咪咪成为歌舞女郎的3年后，第一次遇见了渡边浩志。当时渡边所在的日本公司承接了新加坡填海造陆的项目，他作为工程师离开了妻子和3个孩子，从日本出差到了新加坡。渡边在异国他乡出差，孤单寂寞之下，就经常与同事前往风月场所潇洒。当遇到黄咪咪后，渡边很快就被对方所吸引，经常来到酒吧找黄咪咪。两人呢，很快就发展成了情人关系。在渡边看来，这只是自己来到异国他乡找到的露水情缘罢了，根本没想过因此影响到自己的家庭。在亲密一段时间后，得知黄咪咪怀孕了，他只想着脱身，不想留这个孩子。黄咪咪无奈去马来西亚堕了胎。虽然事后两人还保持着亲密关系，但彼此都清楚，这不过是逢场作戏，两人都是玩玩嘛，各取所需。但接下来的发展却变了味道。在维持2人关系的同时，黄咪咪在工作中又结识了一个香港的富商。这个富商喜欢黄咪咪，喜欢的不得了，甚至在回到香港时也把她带到了身边。不过，即便是到了香港，黄咪咪也没有断了与渡边的联系，两人时常互通书信，互表爱意。没过多久，黄咪咪又怀上了香港商人的孩子，但商人并没有与她结婚的打算，给了一笔分手费后，就送她再次回到了新加坡。这次啊，黄咪咪选择留下这个孩子。1969年，黄咪咪生下了一个女儿。离开新加坡去往香港的这段经历，非但没有疏离黄咪咪跟渡边的感情，反而使得2人更加珍视对方。这一次，渡边给情人买了房子，也雇了佣人照看黄咪咪的女儿，两人正式的搭起伙，过上了日子。可就在当年的年底，可能是思夫心切，也可能是女人对于婚姻危机的直觉，渡边的妻子玲子提出想带着孩子一起前往新加坡与丈夫共同生活。渡边呢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黄咪咪，她的暴脾气又上来了，警告渡边，如果两人因此分手了，谁都别想有好果子吃。渡边知道黄咪咪情绪很不稳定，又有暴力倾向，他也确实难以割舍这份感情，答应尽力去和老婆谈。在日本家庭中，女人婚后大部分是选择回归家庭，相夫教子的，家庭收入基本上是依靠丈夫，对于丈夫在外面花天酒地的容忍度很高。渡边对老婆坦白了自己在新加坡有情妇，玲子虽然心中不满，但也默许了丈夫出轨。渡边说服妻子，等到了新加坡后和情人咱们见一面，算是承认了这个情妇的存在。黄咪咪个性很强，其实并不想接触渡边的家人，但也耐不住渡边苦苦的劝说，也就答应了见面。1969年的12月23日，玲子带着3个年幼的孩子飞抵了新加坡，住进了海景路的别墅。24日圣诞节这一天，黄咪咪带着自己的女儿和渡边一家共进了晚餐。她还给渡边的3个孩子送了礼物。玲子这边虽然是心里不痛快啊，但也表现得很得体。此时的渡边心里应该是很得意，妻子跟情妇在他的多番运作之下，成功的接受了彼此的存在，自己可以光明正大的游走在2人之间了。却不想悲剧在不久后发生了。
圣诞节没几天就跨年了，渡边一家在自己的别墅举办了一场异常隆重的新年晚会。当晚邀请了很多政界、商界的宾客，不知是出于何种考虑，渡边在这种场合也通知了情妇。黄咪咪穿着精心挑选的旗袍盛装出席，妩媚动人的她自然成为了来宾们关注的焦点。许多日本人看到旗袍也觉得很新鲜，争先和黄咪咪合影。作为主人在场旁观的玲子，虽然表面不动声色，内心已经是非常的不满了。被抢走了全部风头的玲子，在晚会结束后对渡边大发牢骚，问他为什么要让一个穿着像妓女的人来参加晚会。就这么一句话，最终成为了爆发点，为他引来了杀身之祸。几天之后啊，渡边在外应酬，醉酒后来到了黄咪咪的住处。黄咪咪挽留渡边晚上别走了，可渡边说妻子玲子不让他在外面过夜，可能是酒喝多了，头脑不太清醒的关系。渡边还把玲子说黄咪咪是妓女的事儿也一并说了，这下触及了咪咪最大的痛处。自从玲子到来之后，看着和睦的渡边一家人，黄咪咪本来就非常的嫉妒，并且之前被香港富商抛弃，让黄咪咪产生了阴影。渡边很爱自己的家人，如果玩够了，会不会也将自己扫地出门？之前这些情绪，黄咪咪一直压在心里，没有表现出来。本就脾气暴躁的她，当得知玲子这么说自己之后，开始酝酿了一个疯狂的计划。她先是找到了自己的丈夫贤景松，两人分居后，黄咪咪经常是穿着光鲜，带着自己的情夫回去看两个孩子，展示着离开丈夫之后自己的日子过得是有多么的多姿多彩。贤景松呢，没什么本事，一直对妻子是余情未了，希望妻子回到自己的身边。这次来找贤景松，黄咪咪提出了一个血腥的计划，要贤景松帮助自己弄死渡边太太，许诺事成之后还会给一笔不小的费用。贤景松同意了。时间来到了1月6日晚上，渡边和平常一样，晚上在黄咪咪家里吃饭。黄咪咪问情夫晚上能不能不走了，渡边拒绝了，解释说今天事情多，要工作到很晚，然后就直接回家不过来了。黄咪咪意识到这是一个教训那日本女人的好机会。在情夫吃过晚饭离开后，他就立即开始了行动。他和贤景松把事先买好的刀子、一对黑色手套以及一罐清洁剂放入了塑料袋，由贤景松提着乘车来到了渡边的海景豪宅。途中，黄咪咪指示贤景松伪装成修理工，因为渡边曾无意中提到家里的浴缸坏了。一到渡边家，黄咪咪就对玲子谎称是渡边叫他带人来帮忙修浴缸的。玲子也没多想，带着两个人就进了浴室。刚进浴室，贤景松立刻取出了清洁剂，泼在了玲子的脸上，然后捉住她的手，黄咪咪便用刀刺向了玲子，一刀刺在脖子，一刀刺在腹部，刀刀致命。渡边的大女儿千惠子还没有睡着，她冲到浴室看到了全过程。当她看到前几天还一起吃饭的咪咪阿姨挥刀刺向自己的妈妈，不禁急得哭叫起来。黄咪咪没想到让小孩子看到了她作恶的样子，心有愧疚，走上前盖住了千惠子的嘴，对她说：“别怕，不要哭。”看到千惠子暂时安静了下来，玲子也不再动弹，她便和前夫飞奔离开了。直到渡边回到家报警，黄咪咪夫妇二人最终才被抓获。在警局审问期间，渡边见到了黄咪咪，他跪在地上用英语祈求着情夫：“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求求你再给我看看你的妻子，求求你好不好？那天晚上我喝醉了，因为你告诉我一切都结束了，我爱你，我真的爱你。”渡边愤怒地甩开了他的手，离开了。作案的事实很清楚，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，黄咪咪跟贤景松都为了保全自己，互相指责对方才是凶手。黄咪咪的说法是，她原本打算吓唬玲子，是贤景松在打斗过程中用刀子捅了玲子，自己在听到千惠子的声音后就跑开了。真正的凶手是贤景松。同时，自己案发当时喝了很多的酒，神志并不清醒。律师也辩称黄咪咪在案发时感染了脑炎病毒，出现了精神行为异常。另一方面，虽然贤景松一开始向警方承认他确实帮助妻子伤害了受害者，后来他又否认帮助行凶，而是说自己是来拉架的，试图阻止两个人的争斗。在拉架的过程中，他的右手还被玲子咬伤了。玲子身上的刀伤都是黄咪咪刺的。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是各自飞。夫妻二人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行，同时将脏水泼给了对方，想要逃脱一死，终究是痴心妄想。
1970年的12月7日，黄咪咪跟贤景松在高等法院接受了审判。经过26天的审讯，法官认为黄咪咪在犯罪时没有表现出精神异常，并出于嫉妒可能的分手而做出行凶的谋划。至于贤景松，法官认为他应该对杀人负全部责任，因为他与黄有共同的意图。新加坡是世界上少有的依旧保留着鞭刑与绞刑的国家之一，两人最终都被判处谋杀罪，处以绞刑。第二天，他们的判决成为了头版新闻。黄咪咪是新加坡独立以来第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女性。1972年的4月3日，黄咪咪要求上诉，但她的上诉请求很快就被驳回了。两人被关进了樟宜监狱。1973年的7月27日，34岁的黄咪咪和40岁的贤景松被执行绞刑。之后，两人被并排埋葬。一对情人之间的爱恨纠葛，黄咪咪不仅破坏了别人的家庭，还无情地夺走了林子的生命，最终获得了应有的惩罚。而丈夫渡边本应保护好辛勤照顾孩子的林子，却因为放纵自己成为了帮凶。最可怜的还是林子还有咪咪两个家庭所生下的6个孩子。千惠子姐弟3人亲眼目睹了母亲的死，这会是他们一辈子无法抹去的阴影。我们也不能指望一个像渡边一样想着家里红旗不倒，外面彩旗飘飘的男人会照顾好3个孩子。而咪咪的3个孩子呢？他们没有了父母，都被送进了福利院，很难过。也许黄咪咪的3个孩子也会经历母亲般悲痛的童年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解密日记的全部内容。喜欢的朋友记得点个关注，我是超人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